你怎么可能？见此一幕，黑影一脸惊讶，在他看来，白黎洛已经是将死之人，不可能再控制他的身体才是。很惊讶吗？看到这个，你也许就懂了。楚风说话间，掌心再度握起，握起之后，那黑色的长矛竟然再度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你这家伙，你胆敢骗我！黑影恍然大悟，他已经意识到，先前楚风刺中白黎洛的长矛乃是假的，那根本就不是他赋予楚风的长矛，而是楚风自己用阵法所化。楚风阵法所化的长矛，自然不会对白黎洛造成任何伤害，而白黎洛更是很配合的，与楚风共同演了一场戏。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逼着自己露出真面目，而他偏偏还中了楚风的圈套。现在意识到被骗，似乎已经晚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这卑鄙的家伙，竟然如此下作！”黑影气得瑟瑟发抖，卑鄙下作，与你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楚风冷笑道：“我要宰了你！”那黑影愤怒地咆哮起来，不仅杀意滔天，他更是举起手来，想要对楚风下毒手。你今日谁都宰不了。可就在这时，白黎洛的声音却是响起。当白黎洛的声音响起之后，黑影的身体便如同石化了一般，就连他的杀意也是开始大减。虽然黑影与白黎洛本就是两个天地奇物，但是因为当年黑影吞噬的失败，却让他们两个之间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当他们相融之后，黑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控制白黎洛，同样的，白黎洛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控制黑影。现在白黎洛动不了，同样的，黑影便也动不了。混账！你这混账！黑影气急败坏，对楚风怒骂连连，但楚风却不以为然，手握黑色长矛来到了黑影的身前，随后回过头来对白黎洛说道：“丫头，若无意见，我便替你灭了这个孽障，只有一个要求，让他死得痛苦一点。”白黎洛说道：“我尽量吧。”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手中的长矛便刺入了那黑影的心脏。这一刻，黑影顿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但是更多的却是不甘。不甘，他自然很是不甘。这黑色长矛可是他赋予楚风的，本是想要对付白黎洛的武器，如今却刺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怎会甘心？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黑色长矛的力量还真是非同小可。被刺中之后，黑影凝聚的人影便开始不再稳定，似乎随时都要消散一般。而没过多久，他的肉身便开始四分五裂，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气焰，在这宫殿之内飞舞盘旋。这家伙见此一幕，楚风则是眉头紧皱。虽然黑影已经四分五裂，并且力量比之先前已经减弱数倍，可是他的力量并没有继续减弱，似乎他的伤势已经到此为止。最重要的是，那黑影还活着。这长矛到底是我的力量，你以为你能用它杀得了我？那你可真是异想天开。楚风，你给我急着，今日的账，老子迟早要你。还不仅你要死，你楚氏天族的所有族人，所有与你楚风有关之人，全部都要死。我要在乎的人，全部死在我的手中。黑影说这话的时候，楚风能够感觉他那浓浓的恨意，他绝对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的打算这么做。而说完这些话后，那些黑影便快速移动，他是想要逃离此处。可是当他准备逃离之际，这方宫殿内竟然被耀眼的白芒所笼罩，那白芒竟然化作另一个四方形的牢笼，笼罩在这宫殿的中心区域，而那黑影也是被困在了当中。是白黎洛，这白芒所化作的牢笼，乃是白黎洛所施展而出的手段。此刻，白黎洛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痛苦之色，他已经恢复了正常。虽然我楚风弟弟的一击未能将你灭杀，但是却斩断了我与你的联系，同时也让你的力量大损，而这便足够了。白黎洛说此话的时候，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你要做什么？黑影感受到不妙，发出了惊恐的声音。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你想吞噬我，那我今日便要吞噬你。白黎洛此话说完，他的身上竟然映射出淡淡的符咒，那符咒同样散发着光华。但最重要的是，当那符咒出现之后，黑影便立刻发出一声惨叫。此刻，那黑影开始奋力挣扎，想要尽快逃离此处，然而却是没用。他不仅无法逃脱，反而不断地向白黎洛靠近。楚风，我要杀了你！我要是杀了你！眼见大事不妙，自己已是在劫难逃，那黑影便开始再度愤怒地咆哮起来。然而他还没有咆哮几声，便被强行吸入了白黎洛的体内。这一刻，这整个宫殿内都变得异常的安静，而那黑影的气息也是彻底消失，因为他已经被白黎洛所吞噬。丫头，真是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段身世，是不是正是心有愧疚，所以你之前才不愿对我说起你的身世？楚风来到白黎洛身前说道：“我视他们为亲人，可他们却被我所害，怎会无愧？”白黎洛苦笑一声，在他那可爱的小脸之上露出这样一抹笑容，就连楚风也是心头一酸，一切皆是那怪物所为，和你并无关系。楚风说道：“不，若不是我，那怪物也不会来到这村子。他们遇害虽然不是我所为，但终究还是与我有关。”白黎洛说道：“世事无常，有些事是谁都无法决定的，但做人只要无愧于心便好。”楚风说道：“好了，我的弟弟，姐姐活得可比你久，你不用安慰我的。”白黎洛对楚风淡淡的笑道。可就在这时，白黎洛的那原本面带笑容的小脸却忽然一僵，紧接着脸色变得无比苍白，并且涌现出了痛苦之色。忽然间，白黎洛的体内开始释放出黑色的气焰。那是看到那黑色的气焰，楚风顿时心中一动，脸上不免流露出担心之色，因为那黑色气焰乃是黑影所化。这说明白黎洛虽然将黑影吞噬，但却并未彻底将黑影炼化。眼下黑影正在冲击着白黎洛，并且已经对白黎洛造成了不小的痛苦。若是白黎洛不能将其彻底炼化，那白黎洛将非常危险。而白黎洛显然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所以他赶忙盘膝而坐，开始布置阵法，且运用自身的力量压制那黑影。在白黎洛的压制下，
黑影很快便减退消散。与此同时，白黎洛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随之消散。楚风弟弟，姐姐，我想要压制这家伙，还需要一点时间，你先走吧，待我收拾好他再去找你。白黎洛睁开眼眸，对楚风说道：“要不要我帮忙？”楚风问道：“不用，这件事我能搞定，我的力量本就在他之上。我当初是因为被他骗了，真的相信他是我弟弟，才从来没有对他出过手，反而让他不断的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甚至得到了与我相同的力量。但如今他因你受创，我亦不会收下留情，他便不可能再是我对手。只是这个家伙也不简单，想要彻底炼化他，我需要一些时间罢了。”白黎洛说完此话后，但仍怕楚风不放心，便又补充道：“我真的可以，勿要担心。”那好，那我便先回去了，你多保重。楚风抱拳说道。他其实也不想耽误白黎洛，因为白黎洛此刻与他讲话，仍然盘坐于地，双手捏诀，这说明他必须尽快压制黑影，否则黑影还会进行反击，仍会对白黎洛造成反噬。所以楚风并未多言，在确定白黎洛不需要自己的帮助后，便准备离开。等一下，可就在楚风即将离开之际，那白黎洛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弟弟，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可能永远不知道真相，而我也迟早会死在这家伙手中。若真那样，那我可真就是太冤了。”白黎洛对楚风说此话的时候，那双美眸之中竟然是满满的感激。感激？怎能不感激？若不是今日在楚风的暗中传音下，白黎洛与楚风演了一出戏，白黎洛也不可能知道当年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对于白黎洛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会让白黎洛将心中那对村民以及他姐姐的愧疚大大的缓解。可以说，一块压在白黎洛心中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谢就免了。不过你既然年龄这么大，待我也不错，那我不妨就认了你这个姐姐吧。不过若真是认了我这个弟弟，你看要做好帮我收拾烂摊子的准备，因为我可是一个特别爱惹麻烦的人。楚风对白黎洛笑着说道：“以后谁敢欺负我楚风弟弟，我绝不放过他。”白黎洛笑着说道：“那好，姐姐你安心修炼，将那怪物彻底吞噬炼化，不仅仅是为你报仇，也是为这整个村子的亲人报了仇。”楚风说道：“弟弟你且放心，此仇姐姐我一定会报。”白黎洛说此话的时候自信满满，告辞。楚风抱拳说道，随后便就此离开，因为他注意到白黎洛只是与他交谈了几句的功夫，白黎洛的脸色变得又有些难看了，这说明那黑影已经开始向白黎洛发动攻势，白黎洛必须尽快压制黑影才行。而楚风自然不想耽搁白黎洛的时间，毕竟哪怕片刻功夫，这对现在的白黎洛来说也是耽误不得。楚风离开此处后，便立刻向楚氏天族的领地返回。幸运的是，此处虽然偏僻，但距离楚氏天族的领地倒也不是很远。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领地之后，东郭天族的人也在，不仅东郭双雄在，就连东郭天族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东郭冰羽也在。他们带着几个小辈，应该都是今年刚进入祖武修行界，他们准备带到主域去参加那所谓的新秀庆典的人。因为是新秀庆典，所以旁人去了也没用，所以楚风便只与楚青、楚双双、楚浩言、楚环宇而行。临行之前，楚风对楚氏天族的众人多次嘱咐，在他们离开之间，无论发现怎样的修炼资源，都不得离开主城。楚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种预感，此次参加新秀庆典，难免又要得罪人。没办法，有修武者的地方就有争斗，又何况是新秀庆典这种可以争取修炼资源的机会。楚风自己倒不怕，但却不想楚氏天族的这些人被自己牵连，所以留在主城内，对他们来说乃是最安全的。至于他们错失的修炼机会，楚风也只能等着自己强大起来后，再想办法弥补他们了。在东郭冰羽的引路下，楚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祖武修行界的主域之外。之所以说是来到了主域之外，那是因为主域是一个用强大阵法隔绝起来的地方。从东域想要进入主域，只有一个入口，那便是通往主域的结界大门。而这道结界大门更是威风凛凛，霸气非凡，就仿佛预示着，只要踏入这座结界大门，那么进入的便是另外一番天地。楚风等人一次通过那结界大门，但是当他穿越结界大门后，浮现在楚风眼前的景象却与楚风预想的不一样。楚风所想，穿过结界大门应该是一个宛如仙境且天地浓郁，处处皆是机遇的天地之中，但是眼下楚风等人所在的地方却是一座空旷的大殿。这座大殿头顶之上乃是漫天星辰，道道殿主直入星空深处。宫殿之中已经聚集了一些人，看着他们的腰牌，楚风能分辨出这里除了他们与东郭天族外，还有7个势力，他们应该都是东域的势力。此次是要参加主域的新秀庆典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宫殿的深处有着19道结界大门，而在那些结界门前则盘坐着一男一女2个人，在这2个人的腰间挂着一个相同的令牌，上面写着灵狐天族4个大字，主域之主。看着那对男女腰间的令牌，楚风目光有所变化。来此之前，楚风已是有所听闻，现在祖武修行界内强大的势力都进入了主域，但是主域之中最强的势力叫做灵狐天族。灵狐天族乃是现如今祖武修行界内的主域之主。灵狐天族的这对男女应该是专门负责看守此处的，他们在此就是防止东南西北4域的人闯入主域。尽管他们隐藏了气息，可楚风却觉得他们2个的实力应该是强于在场所有人的，包括东郭天族的最强者东郭冰羽，而这2个人也是高高在上。哪怕此处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可他们2人却是双眼紧闭，似乎就连招呼都不愿与众人打上一声。楚氏天族的人怎么也来了？当楚风等人出现后，便立刻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以他们的实力来说，应该不够资格参加新秀大会吧？他们凭什么取代紫焰峰的人？此刻不少人低声议论起来，不要乱说话，你们可要知道，那个年轻人
他可是楚轩辕的儿子楚风啊！但是也有人知道楚风，不由得提醒起来：什么？楚轩辕之子？经人提醒之后，所有不认识楚风的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目光，且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楚风，开始重新审视起楚风，甚至就连那双眼紧闭的灵狐天族的2位，也是睁开了眼眸，看向了楚风。这也难怪，楚轩辕之子这个名号，在整个祖武星域，怕是没有人不知晓。是我推荐楚氏天族参加此次新秀庆典的，你们有意见吗？就在此刻，东郭冰雨开口说道：“冰雨姑娘，紫焰峰本就是你东郭天族的附属势力，你劝他们放弃参加新秀庆典的资格，从而让楚氏天族代替他们，我们自然是没什么可说的。相比于你们，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眼看着新秀庆典就要开始了，可青羽妖族的人为何迟迟还不来？”忽然，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开口了，他乃是追魂明教的人，并且实力很强。楚风猜测他的实力应该与东郭冰雨一样，乃是一位2品武仙，这应该就是追魂明教的最强者，也是他市的追魂明教与东郭天族以及青羽妖族在这东域齐名的。是啊，为何青羽妖族还不来？追魂明教的那位开口后，在场的不少人也是发出疑问，甚至就连东郭天族的人以及楚清楚双双等人也是目露不解之色。大家都不明白青羽妖族为何没有出现，唯有楚风知道青羽妖族不可能出现了。当日青羽瑞泽带领了那么多人去对付白梨落，就算没有把青羽妖族在祖武修行界内的人全部带去，但也差不多了。而那些人全部都已经死了，不是疯癫，而是彻彻底底的死去，彻彻底底的在祖武修行界内消失了。已死之人又怎会出现在此处？哼，居然不来参加新秀庆典，青羽妖族已经膨胀到这种地步了吗？就在这时，传来一声轻哼，是灵狐天族的那位女子。她根本就不关心青羽妖族为何不来，因为在她看来，只要青羽妖族不来，那就是对新秀庆典的藐视，因此她表现出了很是不爽的态度。随后，她竟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她的目光有些不善，但却并未说话，最终看向了东郭冰雨，说道：“东郭冰雨，你应该知道，参加新秀庆典之人的实力，决定着能否顺利的开启光之阵。虽然紫焰峰的实力也很弱，但至少能保证每年光之阵顺利开启。若是今年光之阵出现问题，这个责任你可负得起？”那名女子对东郭冰雨说话的时候，态度甚是高傲，简直就像是如同天神审视凡人一般，高高在上，冷冽无比。但是楚风估计，他的实力就算在东郭冰雨之上，也不会强出太多。而他如此目空一切，其实还是因为他是灵狐天族的族人。我东郭冰雨可以保证，今年楚氏天族的新人实力绝对在紫焰峰新人之上。大人若是不信，待新秀庆典的阵法开启之后，大人便可知晓。只是今年光之阵能否顺利开启，我想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青羽妖族，他们不来，便减少了参加新秀庆典的人数，人数不足，很可能会导致光之阵的开启。东郭冰雨抱拳说道，他的语气虽然客气，可是态度倒也算是不卑不亢，并且句句在理。哼，你敢保证？好啊，那我就看看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绩。若是成绩极差，而导致光之阵未能开启的话，那就算青羽妖族的弃权，应当背负主要责任。但你与楚氏天族也是罪责难逃。女子很是不悦地说道，随后便再度闭上了眼睛。而与此同时，女子身旁的那位灵狐天族的男子也是闭上了眼眸，二人似乎再度进入了修炼状态。请问光之阵是何物？楚风对东郭冰雨问道。你们应该知道，新秀庆典的阵法其实也是由你们这些新人才能召唤而出的。召唤出新秀阵法其实只是第一步，想要获得好处，你们必须进入新秀阵法之内才行。进入新秀阵法之内会遇到一些障碍，甚至是危险，而你们进入的越深，获得的好处便越多。而只要进入新秀阵法深处的人足够多的话，就会开启下一座阵法，那座阵法便是光之阵。光之阵之内蕴含着光纹，那些光纹是极为珍贵的修炼资源。东郭冰雨说道，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实力足够强悍，便可通过新秀阵法进入光之阵，得到更好的修炼机会。楚双双开口问道，居然什么都不懂啊！我说冰雨姑娘，你是带了一群愣头青来吗？这样愚蠢的人就不该参加新秀庆典，居然还妄想进入光之阵，真是笑话。然而楚双双此话一出，竟立刻引来了众人的嘲笑，甚至就连那已经闭上双眼的灵狐天族的男女也是摇了摇头。虽然他们并没有睁开双眼，可是他们的嘴角却也扬起了嘲讽的弧度。那光之阵我们进不去？楚风问道。光之阵虽然是由新秀阵法激活而开启，但是新秀的确无法进去。东郭冰雨说道。那光之阵内的修炼资源由谁享用？楚风问道。主域之主。东郭冰雨说道。听到这里，楚风终于知道为何灵狐天族的那个女子如此在意那个光之阵是否会开启了。搞了半天，光之阵能否开启，关系着灵狐天族能否享受到修炼资源。就在这时，这大殿深处的一座结界门忽然开始传来了古怪的声音。与此同时，那结界门内也开始释放出道道奇异的结界之力。那的确是结界之力，但却与众不同。那结界之力化作数道光柱，向人群的方向飞掠而来，最终分别灌输到了楚风、楚清、楚双双等人的身上。此刻楚风知道，那结界之力应该就是奔着他们这些今年刚刚进入祖武修行界的人而来的。因为如东郭冰雨和东郭双雄等人，他们都没有被那结界之力所笼罩。被那股结界之力笼罩之后，楚风能够感觉到这股结界之力竟然想与其沟通，就仿佛这结界之力具备意识一般。所有新人立刻盘膝而坐，用心沟通。就在此刻，灵狐天族的那名男子忽然大喝一声。听得此话，楚风等人也是赶忙盘膝而坐，开始放下戒备之心。
任由那结界之力与自己相融，与自己的仪式进行沟通。过来一炷香的功夫后，那散发出结界之力的结界大门忽然光芒大盛，道道结界符咒宛如鱼儿一般，顺着那结界之力分别涌向楚风等人的体内，而后又在楚风等人的额头上凝聚。很快的，那结界之力便在额头之上汇成了一道符文。召唤成功了，星宿阵法已然开启。见此一幕，有人发出一道喜悦的声音：所有新人用结界之力将你们的名字以及你们所在的势力写在你们额头的符文上。灵狐天族的男子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等人都是照做起来，但也有好奇心重的人开口问道：大人，为何要这样做？你们额头之上的符文等于是你们的身份标识，所以必须刻写你们的名字。现在你们已经成功开启了星宿阵法，等一下星宿阵法便会召唤你们进入大阵之中，而以你们的悟性，应该都可以进入大阵，但是却有快慢之分，自然而然的，先进入大阵者便掌握着更好的机会，并且在这门上会映射出率先进入大阵的前10人。灵狐天族的男子说道。这么说来，我若是能够率先进入大阵，那我的名字就将出现这门上。一名男子问道。你的话就别想了，星宿大阵开启，那是东南西北4域的星宿同时召唤而出，而不妨告诉你，4域之中我东域是最弱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在那门上从未出现过我东域之人的名字。灵狐天族的那名女子说道。听得此话，那些先前还一脸期待的人们脸上不免涌现出了郁闷之色。他们本来觉得在场之中他们都算天赋不错者，若真的根据率先进入大阵的名次会显示出他们的名字的话，那么他们还是很有自信能够上榜的，甚至有人觉得他能够稳稳的排在第1位。可是若是将他们与其他3域的人放在一起的话，他们则是没有了这个信心。因为众所周知，整个祖武星域就属东域最弱，所以别看在东域之中他们自信满满，甚至傲气冲天，目中无人，但若将他们和其他3域的人放在一起，他们不仅会底气全无，甚至会有些自卑。这种人其实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他把自己弄得跟神人一样，不把凡夫俗子们放在眼中，可是在比自己强的人面前，他又把自己弄得跟孙子一样，卑躬屈膝，就差直接跪舔了。而当大部分人都感到失望甚至郁闷之际，东郭冰雨以及东郭双雄还有在场的一小部分人却默默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关于这位楚轩辕之子的实力，他们已经有所知晓，这位可远不同于在场的其他新人，他们都觉得楚风能够打破以往的局面，这一次他一定能够代表着东域上榜，只是能够排到第几名便不得而知了。可他们却并不知道，在他们盘算着能否上榜的时候，在这祖武修行界的另外一座大殿内却聚集着另外一伙人。这伙人全部来自祖武修行界的北域，其中一个势力格外的引人瞩目，因为这个势力乃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的离世天族。离世天族乃是这祖武修行界内西域的霸主势力之一，并且今年离世天族进入祖武修行界的新人实力更是极为的强劲，因为就连祖武10星之一的离岸之今年也是进入了这祖武修行界。离岸之当他刚出现在此处之时，便成为了此处的焦点，甚至就连守护此处的灵狐天族的人对离岸之也是另眼相待。没办法，祖武10星之一也就代表着当今祖武星域之中最强的10个小辈之一，只要正常成长，不陨落，不发生意外的话，这种人日后都会成长为整个祖武星域内的1号人物的。但事实上，出现在此处的新人之中，不止离岸之一人受人瞩目，还有2个人也同样备受瞩目。因为这2个人虽然现在并不是祖武10星之一，可是他们曾经却都是祖武10星，只是因为年龄大了，所以才失去了祖武10星这个称呼而已。他们2人名为濮阳寒以及濮阳齐，他们2个来自同一个天族，那便是濮阳天族。而这濮阳天族不仅仅是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他的实力更是要在离世天族之上。不过别看濮阳天族的实力在离世天族之上，可是这2位曾经身为祖武10星的濮阳寒与濮阳齐，他们的修为却并没有在离岸之之上，他们的实力与离岸之相同。他们3人现如今都是7品天仙，所以由此看出，虽然都曾是祖武10星，但是显然当今这一代的祖武10星实力更强。不过明明离岸之的年龄比他们小，天赋比他们强，可是濮阳寒与濮阳齐2人显然并不认同离岸之，因为他们自从见到了离岸之后，从始至终都表现出了舍我其谁的自信，并且看向离岸之的目光也充斥着一丝挑衅。离岸之，看来这一次的第1名要在我们3个之间产生了，只是不知道你这位后生能否胜过我们这2位前辈啊。濮阳寒对离岸之说道，他的话语之中挑衅的意味变得更浓。2位也只是比我大了一些而已，说我是后生怕是不妥吧。离岸之笑着说道。这么说来，你是不需要我们2个让着你了。濮阳寒说道。难道你们2个会让着我吗？离岸之嘴角的笑意变得意味深长。听得此话，那2人也都是笑了。让？怎么可能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尽管只是一个排名，可也是证明自己实力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让着彼此。就在这时，那结界门内开始释放出道道符文，顺着之前笼罩着他们的结界之力，如鱼群入海一般，向众位新人反奔腾而来。所有新人集中精神领悟其中奥义，率先领悟者便可进入星宿大阵，夺得争取修炼资源的先机。见此一幕，灵狐天族的看守者高声说道。听得此话，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离岸之以及濮阳寒和濮阳齐在内，都是赶忙闭上双眼，全神贯注的去领悟那涌入脑海的结界纹路。然而他们刚刚沉浸在领悟之中，那结界门竟然有了反应，竟然有人这么快便领悟了其中的奥义。见此情形，就连灵狐天族的人
也是目光一动，而他此话一出，则是让那已经沉浸在领悟的离岸之等人，则是赶忙睁开了眼眸。他们明明才刚刚开始领悟那奥义，而现在只是刚刚领悟了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在他们来看，不可能有人这么快就将那结界奥义全部领悟才对。而就在众人睁开眼眸望向那结界门的时候，在那结界门上开始出现一行字体：处世天族楚风。什么？竟然真的有人这么快便领悟了结界奥义，进入了星宿大阵。见此一幕，众人皆是一脸吃惊。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既然召唤阵法是我们私域星宿同时召唤而出，为何领悟奥义的时间却又并不相同？濮阳寒极为不甘地大喊起来。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有人比他们快这么多领悟奥义，是因为对方领悟的时间比较早，说话带点脑子。这星宿大阵贯穿四域，所有步骤都是同时进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公平。要怪就怪你天赋不足。灵狐天族的那位说道。被对方这样说，濮阳寒很是不爽，可是考虑到对方的身份，他还是硬生生的将后面不中听的话给咽了回去。没办法，虽然都是10大天族，可是灵狐天族实在太强，无论是在这祖武修行界内，还是整个祖武星域，灵狐天族都没有人敢得罪。这么说来，竟然真都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领悟了完整的结界奥义，太不可思议了！竟然还是处世天族的人，是东域的那个处世天族吗？可是我听闻处世天族不是已经落寞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如此厉害的家伙？楚风，这个楚风又是谁啊？怎么如此耳熟？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此人乃是楚轩辕之子。就在此刻，离岸之忽然开口说道：“什么？楚轩辕之子？”而离岸之此话一出，则让在场之人变得更加震惊起来。楚轩辕这3个字，简直是祖武星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楚轩辕之子的确叫做楚风，但是不是说他早就死了？有人说道，那只是传闻。事实上，楚风并没有死，并且已经得到处世天族的认可，回到了处世天族之中。没有想到，今年他也进入了祖武修行界。离岸之目光若有所思，他与楚风的那一战，至今历历在目。其实一直以来，他都很反感进入祖武修行界，因为他知道祖武修行界内有阵法保护，在这里没有人会死。他觉得这种地方不是真正的修武者应该来的地方，真正的修武者就该暴露在危险之下。也正因为他反感祖武修行界内的守护阵法，所以他才迟迟没有进入过这祖武修行界。否则以他在离世天族的地位，只要他想，每一次祖武修行界开启，他都可以进入此处。而他之所以转变想法，其实就是因为楚风。当他败给楚风后，使得他迫切的想要增强修为，甚至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正因如此，他才会进入让他如此反感的祖武修行界。只是他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也进入了祖武修行界，这也就意味着他很快便又能与楚风交手了。可是现在的他修为还没有增进，再遇到楚风，显然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哼，楚轩辕之子，好一个楚轩辕之子！我倒是要好好见识一下这个楚轩辕之子到底有几斤几两。就是不是传闻，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材吗？怎么了？现在泥鳅化神龙，一飞冲天了不成？哈哈哈！濮阳寒与濮阳齐发出了嘲讽的笑声，可是在他们的脸上却分明挂着不爽的怒意。不爽，他们很是不爽。楚风抢了他们的风头，他们怎么可能会爽？所以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若是在星宿大阵内遇到楚风，一定要让楚风好看，否则难消心头之恨。那个楚风可不是好惹的，我劝你们不要招惹他。离岸之说道。怎么，你认识他？濮阳寒问道。不知认识，我还曾与他交过手。离岸之说道。结果如何？这句话是旁人问的。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将目光凝聚在了离岸之的身上，因为他们很想知道离岸之与楚轩辕之子交手，到底谁更强。虽说楚轩辕之子这个名头光芒璀璨，极为耀眼，但是离岸之这祖武十星的称号却是真正的实力的象征。他们二人孰强孰弱，还真是不好说。若非要自己猜想的话，人们反而更愿意相信离岸之更强。毕竟楚风当年可是背负着无法修炼的废物之名啊！是我败了。离岸之说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很不自在，甚至袖中的双拳不由暗暗地握紧了。身为一个天才，从小便活在众人仰望的目光中，离岸之很是自负。可是他虽然自负，但却并不虚伪。败了就是败了，他并没有隐瞒结果，也没有贬低楚风。而当他说出结果之后，众人的反应则是有些不知所措，连离岸之都败了，这打破了楚风在他们心中的印象。莫非那个废物真的崛起了？一时之间，众人心中皆是掀起了滔天巨浪。但大部分人都记下了楚风这个名字，暗暗告诉自己，若不是逼不得已，还是不要招惹这个家伙。毕竟这是一个连离岸之都能击败的人。哼，居然败给了那种废物！离岸之，看来你不过如此啊！这一代的祖武十星果然不如我们那一代。然而就在这时，那濮阳寒却是冷笑一声。与此同时，那濮阳齐的嘴角也同样挂着讽刺的弧度。他们并没有因为离岸之败给楚风而对楚风有多警惕，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离岸之不如他们。随你们！离岸之也是淡然一笑。其实他同样没有把这两个人放在眼里，而连他都不是楚风的对手。这两个人若是去找楚风的麻烦，在他看来那就是找死。他出于善意才提醒这二人，可不曾想这二人竟然如此不领情。所以离岸之也是懒得多说，还有时间议论。莫非你们对接下来的排名都没兴趣了吗？虽然第一名已经被人抢夺，但是接下来进入的人也皆可占据先机，你们难道是要放弃了不成？就在这时，灵狐天族的守护此处的人高喝一声。听得此话，众人才反应过来，虽然楚风已经率先领悟结界奥义，第一个进入星宿阵法，可是接下来的排名还是要争夺的。因此在灵狐天族的那位提醒下，人们则是再度闭上双眼，
开始领悟那结界奥义。可是别看这些人已经继续投入到星宿大阵之中，但是东域的众人却依旧一脸茫然地望着那道结界大门。莫说是东郭天族以及各方势力，就连灵狐天族的那对男女也是一脸的震惊，因为相比于其他3域的人，他们这些人可是亲眼见证楚风领悟那结界奥义的速度是多么的快。现在楚风已经不在此处了，是因为楚风已经进入了星宿大阵，但众人仍然没有回过神来，还沉浸在那种不可思议的震惊之中。好一个楚轩辕之子，还真是名不虚传。看来这一次祖武修行界内是来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终于，灵狐天族的那名男子开口了，他的声音打破了此处的凝重与宁静。他的这句话是夸赞楚风的，可是在他的脸上却挂满凝重之色，甚至他的眼中竟有着一抹忌惮。令狐天族乃是如今这祖武修行界的霸主，但是现在来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天才，他觉得这对灵狐天族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而在众人感叹之际，楚风却已然进入了那所谓的星宿大阵之中。这所谓的星宿大阵竟然是一座高塔，眼下楚风在这塔的第1层，而他发现这座塔共有4个入口，他觉得这4个入口应该就是东南西北4域的入口。眼下这第1层只有他一个人，便说明他应该是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的人。不，其实对于这件事，楚风还是非常确定的。他之所以如此确定他是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的人，并不只是因为自己领悟那结界奥义的速度很快，主要还是因为在这4个结界口入之上都刻写着他的名字，并且也只有他的名字。看来这第1层是没有任何的修炼资源可寻了。楚风回头看了一下，他本来是想等待楚双双等人的，但是现在来看，楚风若是等到他们来的话，怕是其他人也都已经进入此处了。那样一来，楚风便失去了所谓的先机。所以楚风在感叹一声之后，便踏上了那通往第2层的阶梯。楚风虽然想保护楚双双等人，但是他更不想错过这个先机，毕竟他进入祖武修行界就是为了变得更强。楚风不想错过变强的机会。通往第2层的结界入口，楚风没有感受到任何阻碍，便成功的进入了。只是来到这第2层之后，楚风却是目光一动，因为这星宿大阵的第2层可与楚风想象的完全不同。这里已经不像是身处在一座古塔之中了，这里简直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眼下楚风抬头观望，头顶之上乃是蓝天白云，脚下乃是茫茫土地，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而重要的是，身在此处，楚风不仅能够听到飞禽走兽的叫声，还能感受到此处的天地能量比之那第1层要浓郁了不少。此处更像是一个属于修武者的世界。看来这通往第3层的入口要自己来找啊！楚风虽然年龄不大，可自九州大陆一路走来，也算是历经磨难，闯过境地无数，入过阵法无数，也算是见过世面。所以深入这样的地方，楚风一眼就洞穿了这星宿大阵第2层的秘密。于是楚风张开天眼，四下观望，天眼之下，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秘密开始浮现而出。楚风很快便寻到了那通往第3层的入口，那是一道隐形的梯子，直通天际，而它隐于这丛林东南方向的丛林深处。若没一些本事，还真别想找到它。而楚风不仅发现了通往第3层的阶梯，发现在这第2层内其实隐藏着一些修炼资源，但是那些修炼资源所在的位置皆是不同的方向。虽然发现他们很容易，但是想要把他们全部得到，还真是要费上一些周折。并且对于现在的楚风来说，那些修炼资源内所蕴含的修武之道简直太弱，对楚风帮助不大。所以楚风并未停留，直接动身赶往了那通往第3层的入口，进入了第3层。到了第3层，其实与第2层的差别不大，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天地能量浓郁了不少，而这里蕴藏的修炼资源也是强横了不少，并且那通往第4层的入口也是变得更加难找了，甚至在通往第4层的入口处还有着许多机关陷阱。但是这一切都被楚风一眼看穿。第3层，楚风同样没有停留，而是径直的前往了第4层。到了第4层，想要寻得通往第5层的入口已是非常之难，并且这第4层的修炼资源对楚风来说也可谓是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楚风却依然没有去找那些修炼资源，而是一番观察之后，终于寻得了通往第5层的入口。来到了第5层，楚风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直接放弃第4层，来到这第5层乃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这第5层相比于第2层、第3层和第4层又有了变化，第5层再度恢复成了一个塔的样子，只不过这第5层之中的墙壁之上却刻满了强大的符咒以及符文。那符咒与符文光芒闪烁，交相辉映，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从那画卷之中散发而出的是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以及令楚风心眩一颤的修武之道。这第5层应该就是这星宿大阵的终点了。但楚风却没有想到，这第5层的修炼资源来的竟然是如此的直接，根本无需楚风去找，这第5层的修炼资源就在楚风的面前，大有一副你有本事就来领悟的架势。没错，这修炼资源虽然就在眼前，但必须领悟才能得到，至于领悟多少，全看修武者的本事。这星宿大阵的第5层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盘膝而坐，闭上了眼眸。别看楚风闭上了双眼，可是周围的一切却都在他眼中。楚风在用心领悟那墙壁上的一切，领悟那由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汇成的绝美画卷。而与此同时，在楚风认真修炼之际，黎岸之、濮阳寒以及濮阳启等人不仅已经进入了这星宿大阵，并且已然来到了这星宿大阵的第3层。事实上，此刻已经有不少人来到了这星宿大阵的第3层，东南西北4域的人都已经有人进入了这第3层。当然，要说最快进入第3层的，还是黎岸之、濮阳寒以及濮阳启等人。尽管他们不是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的人，
甚至还在楚风进入星宿大阵之后惊讶了片刻的时间。可是他们却是分别占据了那排行榜第2名、第3名以及第4名的人，这展示了他们的实力。而值得一提的是，获得第2名的乃是黎岸之，这让濮阳寒以及濮阳旗很是不爽，以至于进入这星宿大阵之后，他们2人的脸色就没有好过。尤其是此刻，他们2人的脸色更是坏到了极点。楚风躲到哪里去了？有本事第一个进入这星宿大阵，那你就应当有胆量站在老子面前来啊！楚风，站出来！吾乃濮阳天族濮阳寒，你给老子出来，让老子见识一下你这个楚轩辕之子到底有何本事！楚风，别躲了，出来给我讲讲你是怎么以那么快的速度进入这星宿大阵的，说说看，是不是谁告诉了你某种秘诀？濮阳寒与濮阳旗那比雷鸣还要刺耳数倍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而话语之中更是充满了羞辱的意味。濮阳寒与濮阳旗进入此处，最想做的事情便是找到楚风，然后对付楚风，以解心头之恨。可是奈何，在第2层并没有发现楚风的踪迹，而来到这第3层后，竟然同样没有找到楚风。因此，这濮阳寒与濮阳旗恼羞成怒，干脆直接开吼，只是依旧没有得到楚风的回应。2位公子，算了吧，那个楚风可能已经听到你们的声音，只是不敢与你交手，所以便躲起来了。眼下不少人跟在濮阳寒以及濮阳旗的左右，他们并非都是濮阳天族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其他势力的人，甚至还有其他区域跟过来的天才，但说他们自认为天分不如濮阳寒以及濮阳旗，所以才想要抱着濮阳寒以及濮阳旗的大腿一路走来，不停地拍着2人的马屁。而当他们看出濮阳寒以及濮阳旗对楚风很是不爽后，自然而然的也在不停地贬低着楚风。楚风未必是躲起来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可就在这时，人群之中有人却是缓缓开口了。此人一开口，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莫说濮阳寒以及濮阳旗，就连站在不远处的黎岸之也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人。这个人在黎岸之以及濮阳旗等天才汇集的地方显得很不起眼，可是此人其实也是实力不凡，他乃是来自东域东郭天族的最强星宿。这位的实力虽然不如黎岸之等人，但是身为东郭天族的最强星宿，倒是有着几分胆识。面对众人投来的目光，尤其是濮阳寒以及濮阳旗等人那有些不善的目光，他并未惧怕，而是从容地说道：楚风他可能已经进入了这星宿大阵的第4层。什么？你说那楚风进入星宿大阵的第4层？你开什么玩笑？就是你以为那楚风真是绝世奇才不成？然而东郭天族的那位天才此话说出之后，却立即换来了众人的讥讽与嘲笑。楚风的确是一个绝世奇才，起初得知他的事，我也与你们一样，很是不信，甚至不屑，因为我不相信当初被认定为无法修炼，从而被踢出家族的废物，会突然变得如此厉害。但是当我亲耳从前辈口中听闻楚风的所作所为，当我亲眼看到那楚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入了星宿大阵之后，任凭我心中如何去想，但是我想不信也是不行。东郭天族的那位星宿说道，他这番话说得极为认真，宛如心中的一种感慨，终于自口中说了出来，看得不少人一愣一愣的。在那一瞬间，的确有不少人相信了他，甚至就连黎岸之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因为相比于其他人，他非常清楚楚风的确是一个天才，若是连楚风都称不上天才的话，那么他黎岸之也绝对算不上天才。毕竟楚风当年能够胜他，可是在修为比他弱上足足1品的情况下，那样的人物若是都称不上天才，那在黎岸之看来，整个祖武星域便没人配得上这天才之名了。还以为是何人这样替那楚风吹搞了半天是东郭天族的人，哼，谁不知道你东郭天族与楚氏天族世代交好，可就算是如此，也不用这么吹嘘那楚风吧。可是很快的便有人指出东郭天族与楚氏天族那不同寻常的关系，有人这样一说，则是让不少人恍然大悟，纷纷觉得此人是在替楚风吹，至于为何吹，那已经太明显不过了，还不是因为东郭天族与楚氏天族的关系不简单。一时之间，众人也是向东郭天族的这位投来了古怪的目光，但是或低声或大声的议论一番后，便没人再想理会于他。而面对众人那古怪的目光以及一些不好听的声音，东郭天族的这位星宿却表现的是很是淡定，他并未与人进行过多的理论，因为他知道事实会说明一切，而他所相信的事实就是楚风的实力。我觉得这位兄台说的不无道理。然而几乎在所有人都觉得东郭天族的那位星宿是才替楚风吹嘘之际，黎岸之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黎岸之的话音响起之后，人们则是目光大变，甚至就连东郭天族的人都是目光一动，因为他们不理解黎岸之这种天才为何也要替楚风说话。黎岸之，你什么意思？你真的也觉得那楚风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进入这星宿大阵的第4层？濮阳寒皱着眉头问道。我并不能确定，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黎岸之说道。不可能，绝不可能。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以为那第4层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历代以来，所有聚集于此的修武者都必须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寻得通往第4层的阶梯。你听好了，是有可能，而不是一定。由此可见，想要进入那第4层是多么的难。而你居然觉得那楚风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就寻得通往第4层的阶梯，真是开玩笑。濮阳旗冷嘲热讽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人们也都不相信楚风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就找到那通往第4层的阶梯，因为那第4层真的不是那么好进入的，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进入第4层都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不因别的，只因难度实在太大。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那是因为你们还不了解那楚风，但是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你们会相信会有一个叫做楚风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进入这星宿大阵吗？你们觉得楚风不可能这么快便进入这星宿大阵的第3层，但是你们将今日楚风以如此快的速度进入星宿大阵之事告知外人，想必那些人也觉得不可能。而我想说的是，你们信或不信，你们与我争辩，亦或者是大家再次猜测，都毫无意义。楚风的确有可能凭借一己之力进入第4层，因为他已经凭借一己之力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不是替他吹，我只是实事论事。他若是没有进入第4层，那自然最好；但若是他已经进入了第4层，那我敢保证，这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诸位可不要忘了，这每一层的修炼资源都是有限的。离岸之目光平静，话语却是铿锵有力。而听得他这一番话后，莫说是旁人，就连濮阳寒以及濮阳奇的脸色也是变了。是啊，虽然令人不可思议，可若真的发生了呢？倘若楚风真的已经进入了第4层，而他们却都还停留在第3层，那便等于楚风占得了先机。在他们还在第3层寻找楚风的时候，楚风却在第4层独享那强大的修炼资源。不管那楚风在哪，但这第3层的修炼资源对于我们帮助并不大。依我看，大家还是不要管那楚风死活，眼下还是齐心协力找到那通往第4层的阶梯吧。濮阳寒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则是立刻引起了众人的赞同。随后众人便开始在濮阳寒以及濮阳奇、离岸之3人的引导下，开始配合着他们3人寻找那通往第4层的阶梯。见此一幕，东郭天族的那位星宿则是对离岸之刮目相看。虽然他不知道离岸之为何会为楚风说话，但是在他看来，离岸之至少成功的引导了众人，让众人快速的去寻找通往第4层的阶梯。毕竟对于离岸之这种人来说，第3层的修炼资源对于他的确没什么用处，但并不代表对于在场的其他人没有用处。所以在他看来，大家等于是被离岸之利用了。当然，这种被利用也是大家心甘情愿的。比如他也是一样，他宁愿放弃这第3层对他有用的修炼资源，也想去挑战一下那第4层更为浓郁的修炼资源。毕竟想要进入第4层是很难的事，并不是说所有星宿齐心协力能够完成的，必须要有强大的星宿主导才行。而今年除了楚风之外，还有3个了不起的人，那便是离岸之、濮阳寒以及濮阳奇。所以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大部分进入这第3层的人都选择跟着他们3个。人们为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进入这星宿大阵的第4层。而在离岸之3人的主导之下，众人的全力配合之下，众人终于寻得了通往第4层的阶梯。只是奈何，虽然寻得了通往第4层的阶梯，但是想要顺利进入第4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来登上那阶梯之后，便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除非天赋足够强的人，否则莫说进入第4层，就算在那阶梯上攀登，都是一件非常的难事。正因为那强大的压迫感，最终导致只有一小部分人成功进入了这星宿大阵的第4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离岸之、濮阳寒、濮阳奇以及其他一些势力的天才外，东郭天族也是有几人进入其中，其中便包括了那位为楚风说话的最强星宿。但是明明是为了追寻楚风而来，可是当进入了这第4层之后，人们却仿佛像是忘记了楚风一样。濮阳寒以及濮阳奇也不去呼喊楚风的名字了，大家都在做一件事，各自寻找修炼资源。若是找到，便用心的修炼。足足10几个时辰过去之后，这第4层的修炼资源终于被众人挖掘一空。其中收获最大的便是濮阳寒、濮阳奇以及离岸之3人，尤其是离岸之，他更是凭借在这第4层所获得的修炼资源，提升了一品修为，并且是当场突破。而他引来的天雷更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眼下离岸之的修为已经成功的达到了8品天仙，超越了濮阳寒与濮阳奇2人。这样濮阳寒与濮阳奇2人很是不爽。离岸之，还是你高明啊，骗我们说那楚风已经进入第4层，从而利用我们进入第4层，现在你终于得偿所愿了。濮阳寒满口酸气的说道。濮阳寒，不必这么刻薄，我们同时进入这第4层的，而你们2人所炼化的修炼资源也不必我离岸之手，你们未能成功突破，只是你们之前的底蕴不够。离岸之说道。濮阳寒与濮阳奇同时轻哼一声，对于离岸之此话，他们显然不接受，但是他们心中却也深知，其实离岸之所说乃是事实，他们是同时进入这第4层的，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一切都很公平。眼下离岸之突破成功，他们2人却未能突破，要怪只能怪他们技不如人。看来那楚风真的是躲起来了。忽然有人开口说道，这是一路走来一直在拍濮阳寒2人马屁的人，但他们也知道离岸之的实力其实比濮阳寒2人要强，所以为了缓解此刻的尴尬，便将话题扯向了楚风。此人一开口，在场的其他人便立刻心领神会，开始将嘲讽的目标纷纷集中在楚风的身上。依我看，那楚风现在还在第2层或者第3层呢吧？肯定的呀，我们几乎走遍了这第3层，根本就没有寻得他的影子。况且我们也都看到了，想要进入这第4层是多么的难。那楚风凭借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做到？一时之间，众人纷纷将口水喷在了楚风的身上。对于这一幕，离岸之以及东郭天族的人都没有说什么，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人们去这样攻击楚风。没办法，人之常情。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但却做到了自己做不到之事的人，人们往往嗤之以鼻，好像这样就能彰显自己并不比他人弱一样。不过对于众人对楚风的羞辱，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买账，就好比濮阳寒与濮阳奇2人对于众人对楚风的羞辱，他们2个还是很乐意看到的。可就在这时，这第4层的大地却是忽然颤动了一下，紧接着在那第3层通往第4层的入口处，竟然闪烁出了耀眼的光华。那是怎么回事？见此一幕，众人皆是神色一动。而过了没有多久，便有数道人影自第3层通往第4层的阶梯中飞掠而出。是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们不是没办法通过那阶梯吗？看到那些人，
濮阳寒等人则是一脸不解。喂，那些人都给我过来！不解之余，濮阳寒大喊一声。那些人本来都沉浸在进入第4层的喜悦中，听到濮阳寒的呼喊，且发现濮阳寒等人皆是在不远处，便纷纷飞掠而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濮阳寒上前问道。我们也不知道。忽然间，隐藏的阶梯浮现而出，且光芒闪烁，极为耀眼。我们攀登而来，便畅通无阻的进来了。不仅如此，那第2层通往第3层的阶梯也是光芒四射。我用观察手段可以看见，那些原本没办法来到第3层的人，正在来到第3层，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通往第4层的阶梯也会来到这第4层。那些人说道。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听得此话，众人一脸后怕。还好他们已经把这第4层的修炼资源炼化干净了，否则岂不是要与这群平庸之辈平分？尽管修炼资源已经被他们炼化，没有了担忧的地方，可是他们心中仍是不解，这样的变化似乎还从未听说过。而果不其然，过了没有多久，那些原本只能停留在第2层的人，竟然也是纷纷来到了第4层。这一下子，几乎所有进入星宿大阵的人都来到了这第4层，真是奇了怪了。看到那些自己眼中的无能之辈，竟然也来到了第4层，那些天才涌现出了不平衡的目光。快看，那不是处世天族的人！很快，有人发现了楚双双以及楚清等人。喂，那些处世天族的人，给我过来！有人大声喝道，语气非常霸道，简直就是命令。听得有人如此呵斥自己，楚怀宇与楚浩言的脸上皆是露出不爽之色。但是碍于对方实力强横，他们倒也没有自找麻烦，而是纷纷来到了那人的身旁。落下之后，楚风示意楚怀宇等人不要开口，而他则是从容地走到那人身前，问道：请问何事？